在距你不远的某处，某个动物正在排便。事实上，动物王国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粪便，粪便总量足以与维多利亚大瀑布的水量媲美。但地球为何没有遍地粪便呢？这要感谢平凡的枪狼、屎壳郎。它们消耗掉了多余的粪便，这些昆虫勇士每天晚上可埋掉自重250倍的粪便，它们快速工作处理无穷无尽的粪便。已知的枪狼品种有7000多种，它们在6个大陆上负责清理工作，遍布南极大陆外的每个地方。枪狼的第一项任务是找到粪便。一些枪狼生活在大型动物的肛门附近，大型动物排便，它们就开始工作。其他枪狼能闻到动物留下的粪便。一坨大象粪便15分钟内就吸引4000多只枪狼。因此，一旦枪狼发现粪便，它必须快速劳作以占领工作地盘。多数枪狼可分为3个主要组群：滚粪枪狼、挖道枪狼和居粪枪狼。枪狼将粪便滚成球形，用后腿快速滚动粪球，远离竞争者。一些候选配偶则跳上粪球，一旦滚粪球的枪狼选定了配偶，这对枪狼就把粪球挖到土里。一旦粪球被掩埋，雌枪狼会在粪球中产下一个卵。挖道枪狼的方式则不同，它们会在小块粪便下挖通道，再把粪便拽进土里，再将其聚拢成小堆，根据其形状和大小分为育幼球、粪球或粪便香肠。雄性挖道枪狼长着一列独特的角，用来对抗其他雄性，以获得这些通道的控制权。它们会守护这些通道，直到雌枪狼完成产卵。一些雄性挖道枪狼会扮成五角雌枪狼来避免争斗，并在守卫枪狼不注意时悄悄溜进通道进行交配。第3组是居粪枪狼，它们采取了最直接的办法，把卵直接产在粪便中。与挖道枪狼和滚粪枪狼相比，这种方式使它们的后代更容易遭到猎食。当幼虫进食时，粪便会被钻出一些通道，快速寄生大量细菌和真菌，最终使粪便分解。在通道、粪球或粪块之内，一旦幼虫孵化出来，会以粪便为食，直至成蛹，之后发育成为成年枪狼。除了清理粪便，枪狼的活动对生态系统也非常重要。首先，它们实现了种子的2次传播。猴子、野猪和其他动物的粪便中包含大量它们吃的水果的种子。当枪狼填埋这些粪便时，它们无意中保护这些种子不会被其他动物们吃掉，增加了种子发芽的几率。枪狼带来了这种巨大好处，非洲南部的一种植物甚至进化出能产生形状气味类似粪便的种子，从而欺骗枪狼填埋自己的种子。在农业系统中，枪狼也发挥重要作用。牛羊等牲畜会产生大量粪便，其中包含有益植物的营养物质。枪狼将粪便分解并挖地道深埋粪便，将营养物质带到植物根部。在美国，他们每年对农民的贡献价值可达到3.8亿美元，在英国则可达到3.67亿英镑。枪狼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对抗全球变暖，它减少了农业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。一些微生物生活在氧含量低的牲畜粪便中，它们产生甲烷，一种主要的温室气体。但枪狼在粪便中挖到时，则会带来氧气，使这些微生物无法产生甲烷。枪狼能够传播种子，帮助农民，并对抗全球变暖。它只是通过处理粪便就实现了这么多好处。也许下次你在森林或田里见到它们时，你会想好好的观察一下它们。既然我们是复杂问题的解决者，那么我们还想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：眼中的小飞虫是什么？观看这个视频一探究竟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观看更多 TED ED 视频。